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事实证明，34岁的国民闺女谭松韵内心和外表判若两人。国民闺女这一称号，她不仅凭借稚嫩的外表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更因为内心的坚韧与不屈，成为了众人心中的励志偶像。谭松韵在《最好的我们》中饰演的耿耿，让大家看到了她天真无邪的外貌，而背后隐藏的强大内心却在一场悲剧后展现得淋漓尽致。大家提到她，可能会想起《甄嬛传》中的纯常在或者《最好的我们》中的耿耿，这些角色让她的名字深入人心。就在昨天，一段网友分享的偶遇视频引起了热议。在视频中，谭松韵的短发齐肩，素颜看起来像是刚刚睡醒，手里拿着台本，边走边吃的样子透露出她刚刚投入工作。她吃完后，助理递来一块，她急忙摆手拒绝，嘴里塞满饼干的样子简直萌翻了人。穿着白色羽绒服和牛仔裤的她，展现了极其亲民的日常装扮。看起来她如此随性，实际应该是为了拍戏时的方便与保暖，毕竟拍戏需要更换服装，而应对不稳定的天气时，一件随时能穿脱的羽绒服是最好的选择。这种简单而亲切的造型，让她看起来更加接地气。在评论区，粉丝们的热情也是一目了然，大家纷纷猜测她所在的位置，有的粉丝甚至认出了具体的地址，表示想要前去看看。仅从评论区就可以看出她的受欢迎程度，可想而知，线下活动中她的粉丝团更是如潮水般涌来。几天前，网友分享了她参与线下活动的视频，场面十分震撼，观众人数惊人。接下来的她更是美得让人惊叹，白色抹胸长裙和甜美笑容，简直是让无数人心动不已。正如许多网友所说，谭松韵越来越有少女感，这也让人不禁感叹她真正不愧是国民闺女。然而，在她开始踏上演艺道路之前，许多亲戚对她的选择并不看好，但她依然坚定选择了北影。然而，第一次的失败让她未能顺利考入，然而失败并未打击她的决心，尽管家境并不富裕，父母依然决定支持她。最终，她凭借坚韧再次成功考入北影。进入北影后，谭松韵开始了她的演艺之路，初期主要出演配角，不断积累经验。大三那年，她在《甄嬛传》里出演纯儿一角，尽管戏份不多，但却成功为她带来了不小的名气。随着时间推移，毕业后的她几乎没有间断的接拍戏，顺利进入了职业演员的行列。几年后，她的事业迎来了转机，一部《最好的我们》让她收获了国民闺女的称号。在逐渐积累人气的同时，她也开始拓展戏路，凭借青春校园剧中的嫩脸，她成功在这个领域打开了局面。她的事业一路高歌猛进，奖项与名气接踵而来。但就在事业的巅峰时刻，命运却给了她一记沉重的打击。外表可爱的她，遭遇了人生中的一场无法言说的痛苦。2018年底，谭松韵的母亲在散步时遭遇车祸，并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然而，尽管抢救了20多天，她的母亲最终还是离世。这个消息几乎摧毁了谭松韵，她痛失最亲爱的人，悲痛欲绝到甚至一度想与母亲一起离开。然而，在思考到肇事者尚未受到应有惩罚后，他决定鼓起勇气，重新拾起生活的希望。令人愤怒的是，肇事者不仅在事故发生时逃逸，事后还不断推卸责任，甚至提出以2万元了结事件。谭松韵在面对这种冷漠时，不禁感到深深的绝望。他选择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母亲的权益，尽管舆论一度被一些水军带歪，甚至有声音说他借此炒作，利用这场悲剧博取关注。
面对这些指责，谭松韵几乎无法承受，但她始终坚持了下来，直到肇事者最终被绳之以法。经历了长达1年的法庭辩论，正义终于得以伸张，事件得以终结。经历过如此大的悲痛与磨难，谭松韵凭借着坚强的内心走了出来，重新找回了自己的方向。虽然这段时间她的事业几乎停滞，但观众的支持始终未曾离开她。经历一切后，她迎来了事业的爆发，收获了各种奖项与荣誉，同时名气也迅速回升。如今的她，事业蒸蒸日上，算是成功了。而她的母亲若能看到这一切，想必也会感到无比欣慰吧。2. 谭松韵破茧《我和我的命》，每帧画面都在疯狂收割眼泪。这部没有小鲜肉的年代剧，竟让全网观众集体患上回忆过敏症。预告片里泛黄的华强北电子市场，蹲在路边吃盒饭的打工妹，还有谭松韵从20岁到50岁的神级变脸，每帧画面都在疯狂收割眼泪。这部剧的底气藏在3个王炸组合里。茅盾文学奖得主梁晓声亲自操刀，这位写出人世间的时代书记员，这次把镜头对准了深圳打工妹的逆袭史。当方婉之在流水线上机械重复的动作与人世间周秉昆蹬3轮的背影隔空重合，观众才惊觉，原来最戳心的不是惊天动地，而是把每个普通人的挣扎都拍得像史诗。导演百山更是玩了把大的，这位唐朝诡事录的悬疑鬼才，这次把镜头对准了现实主义。他在深圳一复刻的90年代电子市场，连地摊上的盗版光碟都印着当年的4大天王。道具组为找方婉之的第1台诺基亚手机，翻遍3个二手市场才淘到能开机的古董机。这种疯魔的细节控，让预告片里打工妹们集体高唱《春天的故事》的画面，瞬间把80后观众拽回青春。这位铁梨花红娘子的传奇缔造者，这次把女性群像玩出了新花样。董卿饰演的恶毒闺蜜，算计女主时眼里闪着毒蛇般的冷光，西望全市的泼辣场妹，抄起啤酒瓶为姐妹出头的架势，活脱脱90年代大姐大重生。这些角色没有脸谱化，每个选择背后都是时代打在普通人身上的烙印，就像铁梨花里军阀太太的爱恨情仇，每个毛孔都浸透着时代的血与泪。32岁的她要演活从20岁大学生到50岁企业家的完整人生。预告片里3个阶段的眼神切换堪称教科书，被养父抛弃时的绝望，流水线麻木的空洞，谈判桌上突然抬眼的凌厉，连导演百山都在监视器前看哭。最绝的是50岁的老年妆，没有刻意画皱纹，而是用微微佝偻的体态和放缓的语速，让观众真切感受到时光的重量。有场戏他重回大学校园，摸着课桌突然红了眼眶，那滴泪里藏着多少被时代碾碎又重塑的青春。这部剧的野心远不止于造爆款。当其他剧组还在为顶流丝番位时，我和我的命全员演技派的选角思路正在改写行业规则。王劲松一句女儿终究是外人，吓得试戏的年轻演员当场发抖。刘威涛雪茄的动作，连烟灰掉落的角度都带着上世纪港商的派头。更狠的是，剧组让演员提前3个月进组体验生活。谭松韵在玩具厂学住宿，董卿真的在电子厂打了半个月螺丝。这种笨功夫在快餐文化泛滥的今天，简直是降维打击。最戳中时代情绪的是方婉之功成名就后反哺家乡的情节。梁晓声亲笔增加的这个设定，与当下躺平摆烂的丧文化形成强烈对冲。当剧中58岁的方婉之在雪山脚下说出我这辈子最骄傲的是把命攥在了自己手里，多少观众想起父辈在改革开放浪潮中摸爬滚打的身影。这种理想主义的光芒，正是央视选中他的深层原因。在流量至上的时代，总需要有人守护厚重的生命叙事。
当微短剧用赘婿战神收割下沉市场时，我和我的命用扎实的剧本、精湛的演技和走心的细节证明，观众要的从来不是流量，而是能照见自己的镜子。正如人世间当年用光自片的悲欢离合感动全国，我和我的命正在用深圳打工妹的奋斗史书写新一代的时代精神。这场没有顶流的逆袭，或许才是中国电视剧该有的样子。您对此有何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